我这里的确租给过一对男女，相貌和你说的大致相同。1个月的租期还没到，像鬼撵似的搬了家。没见过你说这2个人前来抓药啊？安庆还有几家药铺呢？哦，安庆啊，除了药铺，还有一个蒋郎中家也有药，他家就住在前面的巷子里。姑娘，我老了，记不清有没有给你说过的那个人看过病。蒋老先生，麻烦你再想一想吧。想不起来了，姑娘，请回吧。你们想办法，把这个东西放在宝鼎行不起眼的地方就行了。七爷，这够新鲜的。我们跟你走南闯北的，什么没偷过？让我们把东西送进别人家里，这还是头一回啊！那就是，你少废话，我让你放你就放。这项东西虽然不是什么宝贝，可比宝贝还重要呢。千万不能给我出差错，事情办成了，也自然有重赏。七爷，等好消息吧。二明兄弟，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啊！哎，你我把兄弟，只要我能办的，尽管说。七爷有箱货，最近风声有点紧，想在你们库房暂时放一放。什么货呀？七爷一向在江湖上行走，可别是什么违禁品吧？马侠，这怕不太妥当吧？少跟我来这一套，七爷可不是白借你库房。20块大洋，怎么样？不亏你吧？那要放多长时间？10天半个月就拿走。这个，哎，这是定钱。几位，里边请。林老板，您好。杨老板来了，真不好意思让您跑一趟。没关系，您身子不方便，我一个大男人跑一趟无所谓。哎，林老板，我上次拿过来的报价单，您看过了吧？我想到街上走走。那去吧，别走远了，马上要吃饭了。我就在附近转转。您要是有什么疑义，尽管直说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排队排队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啊，里边请。哎，里边请，排队啊。哎，那边买票，这边排队进场了。来拿票，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别挤啊，都有座，都有座。我也要一张。来，给我4张。行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快点啦！来拿票，拿票。好，好，这位爷里边请。少爷，您找我？你干什么去了？给您占座去了。自从黄梅儿复出，不占座，连个站的地儿都没有。不去。今晚有要事，你准备些人手，马上跟我去找胡明九。今晚就动手？你不是已经把那箱货放到吴家仓库了吗？放进去了？那还不抓紧？等到人家发现那箱货，把它扔出来，扑个空啊！蠢货，走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
七仙女。名角开唱啊！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小哥，麻烦你问一下，今天哪位挂牌啊？黄梅儿啊，清风班头牌黄梅儿。老李，买票。哎，来，各位老板来看戏吧！买票。清风班头牌黄梅儿啊！给你。好嘞，好嘞，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好，请。你我好的鸳鸯鸳鸯，双双飞在人间。娘子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娘子，你有喜了，待我谢天请问这位大哥，谢地。这女戏子是谁啊？怎么大名鼎鼎的黄梅儿你也不认识啊？黄梅儿，谢裁缝，谢裁缝，啊，哎，你不是鸿明楼对面裁缝铺子的谢裁缝吗？杨柳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姓李。娘子，我们走了半日，哎就在这里不是说歇息片你死在刻。大牢了吗？酒意动了，娘子，哎，我家养了一条大黑狗，都叫它黑子。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你还经常逗它玩呢。哎，谢老板，哪天你还得给我做2身衣服呢啊！哎，那不是林老板吗？不是说他俩在牢里被火烧死了？走啊！天都黑了，快走！这么好的戏，你为什么不让我看完啊？杨柳，咱们是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看戏的。下一次咱们专程来看戏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下次咱们还来这家茶楼。好，下一次还来这儿。走吧，天都黑了，啊，走。你说奇不奇怪？刚才那人拉着我，非说他认得我，还叫我谢老板。我说我姓李，他不信。别再想了，他们都胡说八道的。走了。他也说我是裁缝。李家，前右转，第2排向后转，在这给我好好守着，给我进去走。仔细点走，快，仔细走。师姐，你唱的可真棒！是师姐，真棒啊！太棒了！师姐，师姐，你们都快去卸妆吧，快去卸妆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啊，怎么了你？师姐，你猜我刚才看见谁了？谁呀？小裁缝。别胡说八道。真的，不止一个人认出他。前几天师姐也跟我说，在乡下看见他了，结果跟到他们家，连个影子都没看见。你不信啊？不信算。哟，你看谁来了？黄梅儿，对不起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余生，我一下船，乌儿就告诉我了，你在这里，我连家都没回，
直接从码头赶来。看在我们夫妻的情分上，黄梅啊，跟我回家吧。为什么？由于我父亲去世的早，这个家一直由我母亲当着，所以她一向说一不二，态度非常强硬。你一定是受了不少委屈才会这样。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弄成现在这个局面。黄梅啊，我决定了，如果母亲执意要把你赶走的话，我就跟你一块离开这个家。这跟你母亲没有关系。也许这就是命吧。我不相信什么命，我只知道你能嫁给我，就是命运对我最好的恩赐。我真的不能没有你，我不能离开你，黄梅儿。跟我走吧，跟我回家吧，啊！你要是不回去的话，我今天就不走了，明天带你一块儿去北京。黄梅儿，少爷，少爷，不好了！警察局上门抄家，一来就在家里翻箱倒柜，说我们吴家贩卖鸦片，要把老夫人抓走啊！你说什么？少爷，你要是再不走，吴家就要出大事了。你快回去看看吧，快去呀！少爷，走。哎，那病得不轻，要不要带走？他是事主，不带他走，带谁走啊？走，打开，打开！他身体有病，你们不能带走他。打开，不行，你们，快给我们走，老太太啊！打开！求求你们！哎，开开！你们不能带走他。住手！开！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少爷，你们私闯民宅，有没有搜查证？拿人有没有逮捕证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吴宇生，就任于国民政府司法部。他是我儿子。我们家少爷是中央政府官员。你就是吴宇生？正是。来人，带走！我是政府官员，谁敢抓我？你就是大总统也不行。你们保鼎行违法贩卖鸦片，犯了国民政府头条禁令。但凡私卖鸦片者，可判极刑。现在事主病得不轻，你是他儿子，就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说我们吴家贩卖鸦片，有何证据？证据？稽查队员在你们家库房里搜出1箱子鸦片，铁证如山，你还嘴硬？来人，带走！走！不行，夫人，不用拉拉扯扯，我跟你们去。玉生，玉生，医生，妈，你不能去，妈，你不能去。你先别着急。他们是在陷害好人呢，你不能去呀！他们陷害好人。你先别着急，待在家里好好的养病，我去就回。警察局一定会讲道理。你别去，啊！谢雅，要好好照顾妈。不，啊！老夫人，医生，医生，你们为什么要抓他？你们拿。你放心吧，到了警察局，自然会有公论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人在库房偷放鸦片栽赃。哼，我刚从北京回来，连家门都没进，如何贩毒？看来有人串通好警察局，做了套子来陷害我们。看仓库的人都承认了，你还想赖账？带走！走！下来！别推人！带走！林老板，先生睡了。
我刚才细细的算了一遍，这笔生意大有赚头。要是能把运费降下来，应该能赚得更多。我想和保鼎行商量一下，他们运货到上海，经常放空回来。如果请他们顺路把货运回来的话，我们省了钱，他们也不放空，两家都有好处。这事儿让我想想吧。哎，老李，黄梅儿不是嫁到吴家去了吗？怎么又出来唱戏了？他已经离开吴家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半个月之前。他好像跟吴老夫人闹翻了。闹翻了肯定也是他的不是。你想想，他一个戏子，从小就在戏班长大，什么规矩都不懂，突然嫁到大户人家了，肯定做了好多出格的事儿，要不然吴老夫人才不会把他赶出家门呢。你出去的时候，帮我在街上问问，有没有卖巧克力的。什么叫巧克力啊？就是外国人吃的糖，黑色的。黄梅啊！我已经下令，把吴家茶厂全封了，啊！那太好了，茶农这回只能把茶叶卖给我们了。我已经托人转告吴家，让他们交1万元的罚金。哎，他们交了罚金，你就打算放人呐？当然放，抓人就是为了钱吗？他是学法律的，你把他放出来，不怕他跟你打官司啊？那你说怎么办啊？现在不能放啊，要把他办成铁案。他们交了罚金，就等于认了罪。况且你二叔那儿有天天催税收的事，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啊！你再急也不会在乎这几天吧？你要沉住气，别说1万块钱了，到时候他们会主动找上门来，你再把价钱提高嘛。如果从你的公司先支1万块钱给我应急，我就可以不放人。你还不知道，这公司是和洋人合办的，洋人有洋人的规矩，每动用一笔资金，都是要通过董事会的。哎，你当初答应我给我1万块钱应急，现在都已经快1个月，啊，你手下的人就送来3000块钱银票，剩下的到现在都没下文了。哎，你放心，只要征地合同一签，什么事儿都好办，绝不会少了你那份的。我说啊，这回你可不能糊弄我啊！一定。吴老夫人已经去世了，你们节哀顺变吧。高太太，进去吧。少爷，老夫人去世了。你说什么？今天下午，老夫人她去世了。少爷，老夫人一去世，茶厂就被查封了。是谁封了我们的茶厂？警察局，他指控我们利用茶厂偷偷加工鸦片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全部查封。
们趁机勾结警察局，想抢我们的生意，想把保鼎行搞垮。警察局托人捎过话，如果我们交一笔罚金，便可以放你出去。大太太拿不定主意，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。去告诉大太太，无论如何不能交罚金。为什么？我没有罪，交了罚金，就等于我承认我自己是有罪的。可是家里家外一大堆急事等着处理，您关在里面，家里没人拿个主意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找二太太，你要找二太太，务必回来主持大局。只能这么做了。他认识的人广，他回来一定能成事儿。他比大太太强多了，就怕我请不动他。不可能。我们吴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就算他跟我母亲有点过节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去找他，去吧，去，少爷，去啊！警察局已经派人递话，如果我们出1万罚金，他们就放人。他们心也太狠了，张口要这么多钱。二哥，实在不行，也只好破财消灾了。我也是这个意思，所以呢，请各位长辈来，问问什么意见。大太太，少爷说，一旦交了罚款，就等于承认我们私卖鸦片，这件事要慎重。可是不交罚金，玉生就出不来，总不能眼看着他关在大牢里受苦啊。现在老夫人又刚刚过世，这家里家外多少急事等着处理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什么都不懂。大太太，少爷说让把二太太请回来。这也是个办法。他是场面上的人，方方面面都认识，由他和警察局打交道，我看比我们合适。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！大嫂在世的时候，把他给轰出了吴家，这件事当时在报上炒的是沸沸扬扬的，现在又把他请回来，啊！这外人怎么看我们吴家呀？是啊，大嫂前脚将他赶走，我们后脚把他请回来，哎，是有点说不过去呀。哼，我们吴家都是窝囊废呀，非要把他请出场。别忘了，这不是在台上唱戏。二哥说的有道理。菩萨保佑，余生平安，早日回家。二小姐，这就是你祖父的坟地。你不是说我祖父是位大学士吗？为什么他的墓这么简陋？哎，二小姐，你要怎么才相信老夫？王家被满门抄斩后，没人敢领事，安庆那些乡绅看不过去了，凑钱把汪大人埋在这儿。二小姐，你还打算回吴家？
余生为了救杨柳，才得罪了刘家。现在刘家陷害他，我不能不管。哎，二小姐心肠太好了，您祖父九泉之下有知，也会为有你这样的好孙女感到高兴啊。不管这里面埋的是不是我的亲人，但至少他是一位仁人志士，是我平生最仰慕的那种人。白叔，我要谢谢你，还能把这坟头修得这么好。老奴可不敢贪功。从我放出来以后，我就发现这坟头有人修整过。难道汪家还有后人活着？反正除了我，这里还有人照看。那会不会是你说的那位大姐？这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汪家满门抄斩后，我想汪家一定还存有后人。要是没看错的话，这些字都是冈田的，他应该就在安庆的，我们不难找到他。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。吴文，二太太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夫人去世了。什么？二太太，少爷让我带封信给你。二太太，吴文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求您了。哎呀，你快起来！男儿膝下有黄金，你不能随便乱跪的啊！二太太，我这不仅是为少爷跪，也是为我自己跪。当年要不是少爷在街头救了我早就冻死了。哎，吴文，哎呀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，快起来！二太太，你一定要救他。我不是不救他，只是我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，我不知道从何入手啊。这是有人做的套子，要陷害吴家。谁呀？刘建雄。又是他。刘家精心设计这场阴谋，不仅仅是针对少爷，他们想借这件事整垮我们宝鼎行。少爷让我来求您，他说，无论吴家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，您都不会见死不救的。黄梅妹妹，大姐，我们有眼无珠，得罪你了。妈已经故去，你就不要记恨了。要恨，你就恨我吧。他人已经不在了。大姐，你回去吩咐田管家，让他抓紧时间赶制校服，布置灵堂，一定要把婆婆的后事料理好。这个案子是发生在库房，通知李掌柜，在我回去之前，库房所有的人不得离开，前门后院要加派人手，不让闲杂人随便进出。我办完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好，黄梅妹妹，我们在家等你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刘董事长，刘董事长，吴家老夫人死了啊！
吴宇生进了大狱，哎，这潘氏在窝窝囊囊的抽着鸦片，包鼎行死定了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只要吴家一垮，那茶农自然就会求到我们。这回你信了吧？过去这话我是半信半疑，这次我是相信了。哎，买官地建码头，不但要有钱，还得要有关系。这茶叶生意，这钱是最管用的，有了钱，什么都好办。这叫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他吴家终于遭到报应了。趁着吴家有难，接下来要想办法让他交出那份夜宴图，为我们家老爷子，为我们刘家取回这件宝贝。啊，还有你的心上人黄梅儿，那是迟早的事儿。少爷，我来了，哒哒哒哒，得。可惜清泉在北京一时回不来，要不这些家伙也不敢如此的放肆。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？雨生当过律师，他主意多，你应该设法跟他见一面。另外，清泉那边我也打个电报，向他讨个主意。雨生，红梅儿，红梅儿。真没想到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情。这雨生好歹也是个中央官员，一个小小的安庆府说抓就给抓了，还不是看大人你不在啊！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大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传我的命令，给安庆警局派电报，让他们立即放人。是。等等，快拿纸笔来，我给监察大人写封信，求他相助。写完之后马上发出去。少爷，什么事儿啊？黄梅儿又回到了吴家，并且要为吴家打官司。你听谁说的？是不是陈小菊？是。他说吴宇生从狱中写信给大太太，大太太亲自去请黄梅儿回来主持家中事务。如此看来，他们是不想交罚金了。应该是这样。黄梅儿可不是个省油的灯，她要是真回到吴家，上蹿下跳，甚至可以跑到上海去请律师，会给我们带来不少的麻烦。那怎么办？太太，我听说二太太要回来了，是我请她回来的。您怎么能请她回来呢？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好吗？为了能救少爷。您还真以为他有这个能耐啊？我看呐，这个家就败在他手里。没进门之前，吴家不是好好的吗？自从他进了吴家，败相就开始了。先是少爷被卷进谢裁缝的官司，和刘家闹得不可开交，接着少爷被抓，再接着茶厂被查封，老夫人都给气死了。如果按照二叔老爷的说法，交钱放人，不是挺好的事儿吗？您现在把他给请回来，那功劳不就在他身上了吗？以后少爷回来，把他又带北京去。大太太，您这一辈子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唉，我也没戏了。少爷让吴文带话来，让接二太太回来，我有什么法子？哎，太太，我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如果太太能出一笔钱，把少爷救出来，那二太太不就回不来了吗？少爷叮嘱过，说不让交钱赎人。
少爷嘴上这么说，如果您真能把他救出来，他能不谢您吗？太太，你要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能让二太太欺负您一辈子呀。如果您挺身而出，不就是少爷的大恩人吗？也是吴家的大恩人呀。太太，就算是我筹到了钱，这钱交给谁，怎么交？交了钱，他们保证放人吗？有人能帮忙？谁？太太，出殡时间已经到了，是不是不等了？二太太还没有来，再等等吧。大太太，为老夫人举办丧事，所有人都到了，总不能为了她一个人，让我们所有人都等着吧？大姐，我来迟了。二太太，为老夫人出殡这么大的事你也迟到？巧菊，我有要紧事要办。你有什么要紧的事？你当着诸位长辈的面说呀！有什么事比老夫人出殡更重要？你起来！巧菊，你干什么？太太，他没有资格给老夫人磕头。不许胡闹！老夫人，我一个下人，心里憋着好多话没法说，只能对您讲，这二太太就是个丧门星。自从她进了我们吴家的门，我们吴家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所以您才把她赶出门。如今您尸骨未寒，他们又把她给找回来了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是。等等。大姐，你先别生气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我也有我的过错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可是现在不是追究过错的时候。吴家蒙冤，少爷被抓，是头等大事。巧菊，无论你对我有什么样的不满，我都请你先放一放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应该齐心协力，一致对外。二太太说的对，巧菊，你赶紧跪下来，给二太太认错。你还不下跪？不用跪，只要你真的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。